上一世妻子的白月光去世后，他开始郁郁寡欢，终日以泪洗面。没多久，他也抑郁成疾。临终前，他把我叫到床边。我藏了一辈子的秘密，不想带进坟墓。我们的一双儿女不是你亲生的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交代他们为你养老送终。这辈子我对不起你，如果有下辈子，我会好好补偿你的。紧接着，他开始给2个孩子交代后事。我死后，把我葬在赵铁锤旁边，虽然不能同学，我也要陪在他身边。我爱了他一辈子，没想到真相却这么残酷。他走后，2个孩子瓜分了家产，把我安置在出租屋里，直到临终，他们也没来看过我。我郁闷至极。柳如玉，如果人生能重来，我一定要扒了你的皮。再睁开眼，我竟然躺在机械厂的休息间，看着身上的粗布衣服，我一阵恍惚。桌子上的日历本上写着1985年6月15日，此刻正值午休，门外男男女女的职工都拿着铝饭盒去锅炉房热饭，而柳如玉则拿着饭盒来到了休息室。向阳，1个月后厂长选举，我希望你能退出，让给赵铁锤。我抬起头看着他，眼神和他相对时，我只感到一阵冰冷。请给我一个理由。你别忘了，是他当年推荐你当的车间主任，于情于理，你是不是应该还他的恩情？你怎么能和他争厂长的位置呢？我收回目光，心里一阵恼火。这不是主要原因吧？是你心里还忘不掉他，对吧？被我戳中心事，他有些慌乱。你别说那些有的没的，我不还是嫁给了你？你要再这样，我和你离。你要和我离婚是吧？如果他不是为了前途娶了副厂长的女儿，你能嫁给我？算了，柳如玉，别假惺惺的了。你今天来不就是拿离婚威胁我退出选举吗？他张大了嘴巴，说不出一句话，好半天他才反应过来。你真要这么绝情？你当初不是说最爱我？我说什么你都听吗？听到他这句话，我忍不住小声嘀咕：他妈的，上辈子听了你的，结果我当了一辈子乌龟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告诉你，我选举不会退出，你也别想拿离婚来威胁我。你要想离婚，我随时奉陪。你以为你不退出就有机会吗？你给我等着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。柳如玉气愤地转身离去，我从硬板凳上站了起来。柳如玉，我不会让你再伤害我的第2次人生，这次你看我怎么整你。那天之后，柳如玉再也没和我说过话，也是从那天开始，她异常忙碌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很晚才回家。我知道她和赵铁锤在一起，所以也懒得管。1个月后，厂长匿名选举公布，势在必得的我居然真的落选了。新厂长就职大会上，赵铁锤趾高气扬的讲话，台下坐着的柳如玉满眼都是欣赏和崇拜。我要感谢孙向阳，其实我知道以业务能力，他比我更适合当厂长。我更要感谢我们厂的选举人代表，是你们的信任让我当选厂长，以后我一定戒骄戒躁，带领大家踏上新的征程。柳如玉转头看向我，脸上志得意满。向阳，我和你说过，你根本没机会，这下你信了吗？我没有搭理他。当不当的成厂长无所谓，我在意的是我的未来人生，不能再一次毁在柳如玉的手中。就职典礼之后是聚餐，赵铁锤很高兴，到我这桌敬酒的时候，特意倒满了酒杯，所有的职工都站起来要给这位新任厂长敬酒，他却摆摆手，示意大家坐下，反而单独来到我身边。孙主任，以后你我要通力合作，争取把厂子做大做强。紧接着，他把头凑到了我的耳边，说起来，我真得好好感谢你，要不是柳如玉，我也当不上厂长。他哈哈大笑，假装酒杯没拿稳，一杯酒就浇在了我的手上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孙主任，我一向没拿稳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全场的人都晋升齐刷刷看向这边，我不慌不忙的起身拿起酒杯。没关系，我敬你一杯，恭喜你如愿当上厂长。说完不等他反应，我将酒杯中的酒倒在了地上，转身离去。全场职工都在，他没办法发火，只能恶狠狠地瞪着我。我走出食堂，柳如玉却跟了出来，一把拉住我。你刚才什么意思？存心让铁锤难堪？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小心眼？哼，你眼瞎吗？看不到他把酒倒在我手上了。他今天喝多了，不小心弄洒了酒，你这里睚眦必报的样子，真让我恶心。你喜欢他找他去，咱俩还指不定谁更恶心呢。我没理会他在身后的咆哮，直接回家。自从赵铁锤当了厂长之后，同事之间开始流传出各种风言风语。我走在厂里，明显能感受到所有人对我眼神的变化。一天夜班，我照例巡视车间，几个工人在角落里交头接耳。知道不？咱们的厂花孙主任的媳妇居然主动勾引我，我可是做梦都不敢想，居然有一天能得到她。快讲讲咋回事？就凭你，人家能看上你啥？看上我什么？就因为我是工人代表，有投票选举的权利。只要我投票给赵铁锤，他就陪我一晚上，这理由够充分不？其他人对他投去羡慕的眼光。还有啊，我听说不只是我，全场的20个职工代表都睡了他。你说他图啥呢？人家赵铁锤都已经结婚了。谁知道呢？可怜的孙主任可真是从头绿到了脚。嘘，你小点声，别让人听到。我内心翻江倒海，想过他会使手段，却想不到他会这么下作。下班后，我找到柳如玉，开门见山。赵铁锤当厂长的事，你真是不遗余力啊！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不懂吗？他的厂长的位置难道不是你用身体换来的吗？20个职工代表你累坏了吧？肉眼可见他的身体开始颤抖。我知道我说中了。柳如玉，我真是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你居然这么下作。
他红了眼眶，泪水夺眶而出，但不是愧疚，也不是忏悔。那还不是因为你。如果你退出选举，我用付出自己的身体去换他们手里的选票吗？我说过我会让你后悔。你想多了，我没什么后悔的。你作践的是你自己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柳如玉，你以为我还是之前那个对你百依百顺的人吗？我们离婚吧。听到离婚二字，他并没有什么惊讶。离婚？你以为能拿捏我？铁锤说了，只要他当了厂长，他就会离婚娶我。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，而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不被爱的可怜虫。正好，那我成全你们。上一世妻子因白月光去世抑郁成疾，临终前坦诚子女非我亲生，他承诺让子女赡养我，但子女把家产分尽后，我被遗弃出租屋，最终含恨离世。重活一世，我发誓一定要整死你这个渣女。我简单收拾了一下生活用品，背起包回到了职工宿舍。没想到2天后，柳如玉却找来宿舍，拉着我的手，走，跟我回家。别碰我，我嫌恶心。听到这话，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发飙，反而像没听见一样。这婚我不同意离。我成全你，你应该开心才对。他固执地拉着我的背包肩带，死死地拽着我。别说没用的，我不同意离婚，听不懂吗？这时我才知道，原来他去找了赵铁锤，希望他兑现离婚娶她的誓言，却只得到赵铁锤冷冷的嘲讽。你知道吗？你在厂里都出名了，人人都说你是公交车，我堂堂一个厂长，怎么能娶你这样的人？此时的柳如玉还在死死地拉着我的衣服。我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绝情？滚一边去！你觉得你配得上我吗？对不起，我也不喜欢公交车。他用怨毒的眼神看着我，仿佛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，他才是受害者。这婚我是不会同意离的，我不能一无所有。我看着他纠缠的样子，心中涌出怒火。好，不离是吧？那我走。我刚要走出职工宿舍，他却一把抓住我的衣角。你要去哪里？我去辞职，我和你在一起丢不起那人。我挣脱他，快步走出宿舍，身后传来他的哀嚎。凭借上一世的记忆，我知道在这改革开放浩浩荡荡的年代，下海经商的人都赚得盆满钵满。我直接去人事科办理了离职。赵铁锤欣然地批准了我的辞职申请。孙老弟有魄力，放着铁饭碗不要，选择下海经商，我祝你前程似锦。承你吉言。在临走那天，柳如玉还在身后叫骂。你也不照照镜子，窝囊废还想着下海经商，赔光本钱，可别想着我帮你还债。带着东拼西凑借来的1万元，我来到了市里注册了一家小公司。凭我在机械厂多年积攒的人脉，我很快将农机销售公司做得有模有样。可就在企业蒸蒸日上的时候，赵铁锤的手段就到了。以前是可以通过先销售后付款的模式进行资金周转，可赵铁锤却直接掐断了我的资金链，让机械厂的农机必须全款付清。我通过以前老朋友才得知，这就是针对我而设立的条款。一时间，我的公司陷入了困境。过了1个星期，赵铁锤带着柳如玉以考察经销商的名义来到了我的公司，他志得意满，柳如玉也跟着趾高气扬。向阳，农机公司开不下去了吧？你现在回头我还可以接纳你，你好好考虑吧。就是啊，向阳，如玉也对你情深意重的。作为你的老厂长，我得说你几句，资产阶级的毛病可得改一改，不能有钱了就抛弃糟糠之妻。2个人一唱一和，丑恶的嘴脸真是让我想吐。你他妈的哪只眼睛看见是我抛弃糟糠之妻了？你们还有别的事吗？没事的话就滚吧。我站起身准备离开，柳如玉看我这个态度，瞬间气急败坏。没了生意，我看你还能嘴硬多久？向阳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看我回去不断了你的货源。哦，那2位随意，以后别再来了，庙小容不下2尊大佛。他们走后，我开始考虑公司未来的出路。这个时间节点，邻省的农机公司应该刚刚完成改制，正愁找不到经销商。没有丝毫犹豫，当天我就坐了公共汽车去了邻省。项目很快谈好，双方一拍即合。孙总，我们衷心希望这次合作能够如同顺水行舟，一帆风顺，共同开创美好的未来。新型农机进了我的公司，对机械厂的老式农机形成碾压优势，我的生意越来越好。时间转眼来到了90年代初，国有企业改制，工人大批量下岗，我直接出资收购了机械厂，一大批即将下岗的工人都被我留了下来，唯独开掉了赵铁锤。此时的我已成了整个地区最大的机械设备经销商，变成了本地小有名气的人民企业家。这天，我正在办公室和某汽车厂谈业务，此时门卫却突然跑了进来。董事长，门口一个女人带着2孩子，说是您的妻子和孩子，你要不要下去看一下？我呼出一口气，知道是柳如玉，我挥了挥手，告诉他我不在。说了，董事长，他说见不到你，他就在公司门口不走了，我们也不敢强制赶他走啊。知道了，把他们先安排下，我忙完再过去解决。顺利签下合同后，我去了保安室，见到了柳如玉，还有2个孩子。柳如玉见到我，急忙抹了抹脸上的泪水。向阳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我盯着他，10年了，他憔悴了不少，看来这些年他过得并不怎么好。他拉住2个孩子，让他们跪了下来。赶紧叫爸爸，这可是你们的亲生父亲。这一幕不禁把我弄懵了，保安也同样懵了。爸爸，我赶紧拉起孩子。你什么意思？这2个孩子是谁的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怎么你还不想认吗？10年了，你管过家里吗？我们可是夫妻，
10年，我独自拉着孩子长大。你这个负心汉，有了钱就不要我们娘仨了。上一世妻子因白月光去世抑郁成疾，临终前坦诚子女非我亲生。他承诺让子女赡养我，但子女把家产分尽后，我被遗弃出租屋，最终含恨离世。重活一世，我发誓一定要整死你这个渣女！我火冒三丈，保安见状赶紧离开保安室，到了屋外。说吧，你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柳如玉听我这么一说，瞬间来了精神。我要你给我这10年的抚养费，每个孩子100万，一共200万。还真是狮子大开口，这女人竟然张嘴就是200万，傻子才会给冤大头赵铁锤养孩子。李如玉，你他妈要点脸行不行？这2个孩子要是我的，我今天就把厂子送给你。我告诉你，我没义务帮别人养野种。柳如玉一听，直接开始大哭。你这个负心汉，有钱了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，你就是现代版的陈世美。接着2个孩子也开始跟着哭，我转身离开门卫室，告诉保安报警吧。再后来，我拿了孩子的毛发去医院做了亲子鉴定，果然2个孩子和我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。这件事成了工作中的一个小插曲，我也没有时间再去考虑和他的婚姻问题。没想到一段时间后，他带着赵铁锤一起前来，这次他没有撒泼，反而很是平淡地坐在了我办公室的椅子上。向阳，我们10几年的婚姻该有个了结了，我有个要求，离婚，我要你财产的1半。我他妈绿帽子都盖到16楼了，这婊子竟然还这么无耻！你知道我财产的1半是多少钱吗？购买下1万个机械厂，你怎么敢想的？听到我的话，他的眼中开始放光。对，我就要你1半的钱，我们是夫妻。铁锤说了，没离婚，你赚的钱都是夫妻共同财产。用不用我请个律师给你普及一下什么是事实婚姻，什么是重婚罪？我打开抽屉，从最底层拿出一个黄色牛皮纸档案袋，里面装着当年20个工人代表的口述词，还有之前做的亲子鉴定报告结果。看到我档案袋里的东西，赵铁锤的脸色都变了。你还留着这些东西干嘛？大家都是男人，不要这么赶尽杀绝好不好？柳如玉毕竟和你过了这么多年，你忍心看着你们离婚后她一无所有吗？哼，赶尽杀绝！当初他背叛我的时候，他陪20个代表睡觉的时候，他给你生2个孩子的时候，你怎么没劝柳如玉不要对我赶尽杀绝？你应该庆幸，不然我以重婚罪、流氓罪起诉你，你就得进里面蹲着。听到我这么说，赵铁锤神情大变。向阳兄弟，你别这么说，其实你也知道，一直是柳如玉主动勾引我，做那些事情都是她一厢情愿，不是我的本意，求你别那么做。我家里还有孩子在上大学，还有80多岁的老母亲。赵铁锤，你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，当初不是你勾引我，说让我跟你，只要你当了厂长就会娶我，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。今天我算是认识你了，我这10几年的真心真是为了狗。紧接着，柳如玉和赵铁锤就撕扯在了一起。放开我！你这个疯女人，你要死！别带着我！我无心看着这一幕，狗咬狗，直接往门口走去。离婚的事我会去起诉，至于赔偿，你死了这条心。我的离婚案很快开庭，最终法院宣判。柳如玉因婚姻过错净身出户，赵铁锤因重婚和诽谤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。入狱前一晚，我去看守所看了赵铁锤，他隔着铁栅栏笑，比哭还难看。向阳，你赢了。我转身离开，没再听他说下去。你我之间没有所谓的输赢，因为你压根不配当我的对手。3个月后的一天，我接到门卫保安的电话，董事长，柳如玉在厂区门口闹了3天，说要见你，让他去法院闹吧。后来听朋友说，柳如玉带着2个孩子去了南方，在市场摆地摊，孤零零过得很悲惨。2000年的除夕夜，我在公司年会上致辞，台下掌声雷动时，秘书递来一张泛黄的纸条，是柳如玉寄来的。向阳，赵铁锤死了，车祸。我将纸条揉成团扔到了垃圾桶。2年后的一天，秘书突然火急火燎地找到我。董事长，怀通市公安局刚刚打来电话，那边说您前妻突发疾病身亡，孩子因为没有亲属，已经送到福利院了。您前妻的遗物中有封信里边提到过您，您看这件事关我什么事？以后这些事情就不要再跟我讲了。有些错误一次就够了，而有些人根本不值得同情。